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庆典上，15架歼20战机组成3个5机线型编队，沿着党旗指引的方向振翅奋飞。歼20以如此大的规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，实属首次。15架歼20战机同时亮相，那么这个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空中阅兵，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航展。那么不要说是中国的阅兵航展能够一次见到15架隐身战机，非常不容易，哪怕是在世界范围内，这样的场景也是非常罕见的。它充分说明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建设，尤其是空中作战体系的建设，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阶段。那么很多网友和朋友都非常关心15架歼20，它们来自哪里？那么显然它不是工厂提供的歼20，而是我们的航空兵作战部队的歼20战机。最近空军的发言人告诉记者，我们歼20战机已经开始装备多个英雄的航空兵部队。那么随着歼20战机生产数量的不断提升，我们的装备数量也会不断的增大。那么越来越多的这款先进的隐身战机列装人民空军，那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保卫国家领空、领海、领土安全这方面，我们终于有了一支隐身的拳头力量。这支隐身的拳头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就数量而言也是领先的。当然，目前全世界能够研制开发隐身战机的国家呢，屈指可数，也就是美国、中国和俄罗斯。美国是第一个列装隐身战机的，而且呢，它的装备数量比较多。光是在中亚地区，除了美军自己配备的 F-35战机以外呢，它还大量出口给日本和韩国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，大量歼20战机的列装，预示着我们在提升攻防兼备的能力方面呢，有了实质性的进步。歼20是一款重型的超音速的隐身战斗机，它和第3代战斗机相比，具有碾压性的优势，这已经被我们历次的内部军演所证实。那么和国外的这些先进战机相比，它的水平如何呢？可以这么讲，对国外的，包括美国、俄罗斯的、法国的第3代的隐身战机都具有碾压优势。和这些国家开发的隐身战斗机相比，歼20在某些方面也是具有优势的。比如说，它的隐身性能好，最大飞行速度高，载弹量大，载油系数高，航程远，机动性好，起降距离短，使用机动灵活。它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，我想一个是隐身，再一个是它的挂载的武器系统射程远，制导精度高。同时和所有的现役隐身战斗机相比，它的航程和作战半径是排第一的。那么留空时间长了，在未来的空战或者是军事巡逻方面是占有重要优势的。过去呢，很多战机虽然它的设计不错，机动能力比较好，但是由于留空时间短，因此在空战往往会吃亏。典型的代表就是俄罗斯第3代的米格29。那么现在美国的 F-35甚至 F-22也存在着这样的缺陷。那么这样的缺陷可能短时间内交手还体现不出来，那么一旦时间长了，航程短、半径小的战机，它执行任务的能力以及生存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。因此歼20这款隐身战机的大批量生产和普遍装备我们航空兵部队，将有助于我们人民空军建立一支新质的作战力量，而这支新质的作战力量将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盾和利剑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